大家好，那我们正式来看线性映射。那线性映射，在讲它之前的话，要先把函数呢重新再整理一次哈。那函数呢，在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都已经上过了。那在大学里面的话，很多课都有，那包括这个在离散数学里面也会再重新讲解。那在我们讲线性映射之前呢，我还是做一个简单的来帮各位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这样好，那我们呢就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函数到底长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函数以前我们的定法都非常的清楚，在从中学的时候都定了，可是进到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很明确的数学的表现方式来看。所以好了，我就来开始来看一下，做一个分析。首先呢，好，我的键盘我把它整理一下。好，就说我有一个函数 f 从 A 映射到 B， 它是一个函数，它是一个 function。那 function 很明显，我这样写 f A 到 B， 所以英文就叫做 from 怎么样呢？ from A to B。那我现在后来就比较简洁，开始把它写成这样。若且为若的意思是说，函数就是必须要满足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条件。对于所有的 A 属于 A， 注意唯一存在一个 B 属于 B， 有没有？使得 f of A 等于 B。你说尤老师你怎么讲的那么轻松呢？因为这个常用嘛，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规范。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势必这一个要注意到它。好，那讲这个之前的话，我这边就有几个地方，我把它解开给你们看。那这边就有几个规范，就是说有几个名词我在这里就比较简单的把它直接就把它 mark 在图形上面，没有在文字的部分。比如说函数 A 映射到 B， 那这个的话叫什么呢？那叫做定义域。定义域有没有？英文叫做 domain， 要把它记起来。那它的那个对面叫 codomain， 那这叫什么？这叫做对应域。对应域，这个要把它记下来。那因为函数的定义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这边写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文绉绉的一个数学的表示方式。那这个表示方式其实它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意思？那告诉我们说对于所有的 A 属于 A 表示怎么样呢？ The element in A must be exhaustively map， 必须穷尽映射 exhaustively。 你看这个单字有没有？当时我在找的时候特别把它强调一下，它 exhaustively 就是一定要穷尽映射。那如果不清楚呢，我把它换个颜色你们就清楚。我们看到 exhaustively map 要把定义域的元素都印出去，而且呢函数的话不可以一对多，可以多对一。所以 element mapping 这个元素的映射呢 can be many to one but not one to many。 这几个条件各位应该在以前都注意过了。那在这边只是做一个整理。那现在我们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以这个例子来看，我做了一个定义域，里面是 A、B、C， 那对应域是 D 跟 E， 它映射都已经画出图形出来了。那这些图形都是常看到的图形，所以这里可以看到 A 映射到哪里？映射到 D， 有没有？那 B 的话也映射到 D， 有没有看到？没有什么问题。那 C 映射到什么？映射到 E。 所以如果说以函数的符号来写，就是 f of A 等于 D。 那以 f of 有些人不练就 of， 那有些人就是 FB， 就看看那个练的人的习惯。那 f of C 比较的这一个也就是说C 的 F 的映射行为是 F of C， 很多人是这么念。那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例子是 OK 的，是 OK 的。所以你可以看到this mapping satisfies the definition of 怎么样呢？这个 definition of 这一个 function， 所以没什么问题。所以第一个例子非常 trivial， 那帮各位再做一个整合。那再来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就不是的。为什么？not a function， 因为为什么呢？它中间就有一个1对2。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可以来我来找一个换一个颜色来
告诉各位一下，就是说，你看这里的 B 有没有？等于是 B 它映射到 D 又映射到1，那这个等于是1对2，所以它不是一个函数，注意它不是一个函数，所以这个注意一下，这个例子很简单，所以我就不再画图，我就直接绘出来给你们看。那这个例子不行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定义域没有穷尽映射，这个 C 没有映出去，所以不行。所以很简单的以几个小例子来跟各位提醒各位的一个background 的一个 review。那接下去有几个名词我们会常常在相关不管是我们这边的线性代数那很多的那个领域都用到叫 image。那 image 的意思就是映像点，那中文换成叫映像点所以 image point 或者叫 image， 意思是那个 A 映射，比如说这个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在撰写的时候就是说 B 等于 F of A， 也就是说这个 A 打出去的 B 的弹着点所以我在上课很喜欢把 F 当作是一把枪，有没有？ A 把它当作子弹，那 B 呢把它当作弹着点。当你把一把枪装了一个子弹打出去变成 B，所以这个中间就有好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子弹是定义域里面来的，那 F 就是一个 operation， 一个它是一个函数，它可以把这个子弹激发出去，那激发出去的话对面的那个对应域就会有个弹着点 B 出来，所以这个 B 呢我们就叫做映像点，所以这个就各位把它记一下，因为这些名词都会在很多的相关这一个你写报告或什么样的都要很清楚的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定义的。可是这样的映像点完了以后呢，我们又开始规范的什么叫做值域range 所以这个又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出来那中文换成叫值域。那刚刚前面有怎么样？有对定义域、对应域有没有？现在有个值域。值域的意思是说我把 A 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打出去所以你看呢那一般我们符号是这么写 F of A 大写的 A， 意思是那一些弹着点那些 image B 属于 B， 有没有看出来？那是不是所有的 B 都可以当作映像点？不是，一定要存在一个 A 属于 A， 让怎么样呢？使得这一个 B 的话是一个弹着点，所以呢什么叫值域？值域就是所有的弹着点所成的集合。那讲白一点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把子弹全部都把它打出去。那你看这样的写法，很明显说那种观念你要有虽然数学式子在写，但是观念上你要把它对应起来。那因此呢，就有各种不同符号的写法，有人写成 RF 啦，有人写成怎么样的 image 啦 F 啦，所以目前为止你有看到有3种写法，一种写法、2种写法跟3种写法。那在很多课本或很多你看到的那一个人家发表的论文里头都会看到这些写法这样所以 F of A 呢很明显它是一个 range of F and 怎么样呢？它是一个 subset of 怎么样 of B， 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很重要的什么意思呢？ F of A 呢是 B 的一个子集，所以这个基本的观念呢我们在这边帮各位再做个复习。好，那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我做一个 mapping， 但这个 mapping 一定要是函数，要不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的 FA 跟我的 FB， 我现在偷懒 off 不念了映射到1有没有？ FC 好了，这样念起来比较顺。FD 等于2，那它映射到2个点而已，所以呢这一个所有子弹打出去的弹着点只有1跟2，有没有？1跟2，哇，好简单，有没有？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看到值域。那还有一个叫做 inverse point， 那什么叫 inverse point？ inverse point 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反映像点在这个例子里面你可以看到我又画了一个图出来所以我们会研究子弹打过去还有子弹反弹回来，为什么呢？常常我在上课就跟学生讲，冤有头债有主，谁去把玻璃给打破了？打破玻璃呢就是 B 那就是什么弹着点那谁去打破那个玻璃？要找到那个坏小孩，有没有？
所以那个是 inverse of image point。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例子就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符号，注意这都是符号规范，这是 B 是一个淡浊点。那我要在定义域里面找到烟有头债有主，到底哪一个人达到的？就是说，那因为函数可以多对应，所以这个 x 可能有很多个这个 x 属于什么样？属于 A。我就在定义域找那一些子弹打中 B 的所成的集合。这个叫做 inverse of the image point， 叫这个反印象点，因为这个中文很难翻，好像也没有人在刻意的去翻它呢。叫 F inverse B。那这个 F 本身到底是不是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个迷思就是说以前在高中的时候老师讲说这个函数它要有反函数这个 F inverse 是反函数，它必须1对1且映整那不尽然，这是一个符号而已这是一个符号，用它的代表说我要找到那个 B 打中它的那一些定义域里面的点。那如果说有一帮的人，一帮的就是说哇玻璃被很多人破坏掉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关系就是说这个就变成把 B 扩大成是这里面的某一个集合，有没有？某一个集合 C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样的道理，有没有？就是说这一些打中 C X 属于 A 那这些数学符号你要慢慢去熟悉，而且它非常合，就是说所有 C 里面的那一些淡浊点，它找到它定义域里面怎么样？定义域里面那个打中它的这一个那些定义域里面的所有的点所成的集合。那你要熟识的就是这个数学符号了，连集因为各位可以看起来这个什么，这个这是个谁 subset， 这是 A 的 subset， 有没有 subset？ 所以呢没问题，所以我呢我就可以把 C 属于 C 用这个连集符号把它怎么样连集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所有的在 C 里面的那些淡浊点我往回找到的话都是一坨一坨一坨，那再把它整个连集起来。哇，这个符号，所以整个在撰写的符号的表现你也是要稍微来这一个训练一下好，那这样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来看看我怎么找一下还是简单的给几个小例子。那这里就很清楚A B C D 那映射成这样的一个数学行为。好，那 F inverse E 有没有等于多少？ E 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烟有头债有主，就是这两个小孩共同把这一片玻璃给夯破了，有没有？把1号的玻璃给夯破了，把1号的那个好了，假设一根柱子被你推倒好了那 F2 呢？ F inverse 2，那很明显的 inverse 2的话是被 C 跟 D这个打中了没？好，所以这个没问题。那 F inverse 3呢？3没有人打中，所以它等于什么？它等于空集合。等于空集合，所以这个就很trivial。那如果说把它全部写出来，因为这些符号我记得刚开始读大学的时候看到它也不太喜欢可是后来发现很多数学有它以后的表现就变得非常干净利落这个打中1、2、3没关系，可以看出来一定是 A B C D， 有没有？那如果 inverse -1 1、2有没有？那1、2你眼睛一瞄就知道也是什么，也是 A B C D。那如果说 inverse 1、3所以这个要训练各位1、3就是那个假设打中那个靶好了你可以看到 A 跟 B 有没有？因为1、3、3没有作用嘛，所以这样一看就好trivial好trivial那这些好trivial的东西多，但是这些符号我讲过说你们在大学训练，尤其是高中要衔接教育的同学那来修我们这门课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些训练都是要有的，因为到大学你就是很完整的把报告写出来，不是随随便便所以我在很多的课程录制里面，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把重点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好，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